我手上的这一台 Model Y 长续航版购于2021年5月，在过去2年半10万公里的行驶中，和其他大多数大学生相同，我的用车环境包括了以下3个场景：假期使用家充，长途上学使用高速快充，在校使用学校周边快充。接下来，我将结合我个人的实际用车体验，阐述为什么这是我认为的大学生推荐用车。在剩下内容展开之前，我想先向大家介绍我这辆 Model Y 的电池状况。我这一辆 Model Y 是第一批国产的长续航版，电池容量仅有 76.8 千瓦时， NEDC 续航594公里。由于选装了20寸轮毂，提车时 EPA 满电表显494公里，10万公里后当前满电表显460公里。由400客服给出的电池健康为 90.7%，以表显计算，460除494得表显续航衰减为 93.1%， 衰减了 6.9%。我个人对于这个衰减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对于大学生的行车状况而言，电车相较于油车更具优势。首先，校内用车的特点为短距离、低速、频繁启停。以我个人的实际情况为例，我在校内的行驶路线主要是从宿舍至教学楼、食堂或图书馆，距离约为1到2公里不等。以去上课启动1次，下课回宿舍启动1次为计算，每天的启动次数在6到10次之间。在驾驶汽油车的情况下，我的用车环境甚至不能让水温达到仪表中间。对于汽油车来说，这样的用车环境需要缩短机油更换周期，更不用说频繁打火、长期低速行驶造成的积碳和磨损。其次，以我个人的情况为例，校内行驶每日里程为8到12公里不等。在校内环境中， Model Y 的能耗为 18.2 度每100公里。在学校快充装1度电 1.1 元的充电条件下，我每月的充电开销约为150元。由于我有驻车状态下开空调的需求，所以空调用电占了充电量的很大一部分。对比我手上同级别的这辆大众油车而言，这台 3.0 升 V6 250匹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在相同工况下综合油耗为18升每100公里，每月实际油费约为500元。进入南京长江隧道。考虑到大学生都在外地上学，家校之间的长途行驶也是大学生用车考虑的一大部分。从我家到南大仙林校区约为1800公里，途中途经湖南、湖北、安徽3个省份，过路费约为800元，电费在400元到500元之间不等。高速全程使用 EAP 驾驶辅助，可完成车道保持、自动变道超车、自动导航行驶。这点对于前车车速判断不准的新手来说较为友好，在驾驶初期可以避免追尾事故。同时，自动导航行驶也可以缓解行车疲劳，还能避免走错路的风险。时速上，我一般会比规定限速稍快一些。在一人满行李的情况下， Model Y 的高速能耗在暑假为18千瓦时每100公里，寒假为22千瓦时每100公里。从我个人经验而言，全程在高速服务区充电会比下高速充电快不少。即使在高速服务区充电桩， Model Y 的充电速度最快只有90千瓦左右，但在服务区充电可以省去来回10分钟起步的下高速时间。目前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桩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了，何况大学生的寒暑假返家时间避开了各大节假日高峰期。我在过去2年反复跑着1800公里上学路的过程中，还未遇到过没有空余充电桩充电的情况。在充电频率上，由于我是一个人开车，我会在每2个小时经停服务区充电休息。对于 Model Y 来说，目前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国家电网充电桩可以分为2种，一种是线比较细的老桩，充电速率约为60千瓦，一种是线比较粗的新桩，在未分流的情况下充电速率为90千瓦，电流上限为250安。取决于充电桩的类型，每次的经停时间为10到20分钟不等。如果你在实习期内开车不多的话，对于实习期刚过、第一次上高速的大学生来说，会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。最后是假期在家使用加充的场景，我的加充费用为 0.55 元1千瓦时，结合我在室内的平均电耗 16.2 千瓦时每100公里计算，每公里费用约为 0.09 元，还不到1毛钱。车辆的保养开支如下。根据手册说明， Model Y 在每2万公里后需要前往服务中心进行检查。我的 Model Y 10万公里至今进行了3次空调滤芯更换，1次雨刮更换，1次轮胎更换。空调滤芯分为大小滤芯，
小滤芯为239元一副，大滤芯为1040元一副，雨刮为352元一对。在9万公里时更换了4条米其林的 PS-EV 20寸轮胎，每条轮胎为1946元，加上4轮定位费用和工时费后，单次更换全车轮胎费用为10414元。从保有量的角度而言， Model Y 在维修上相较于其他绿牌车有十分巨大的优势。巨大的单车销量和逐渐累积的保有量， Model Y 的各种副厂件和拆车件都很容易订购，甚至有不少修理厂已经可以维修3电系统了。但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中维修厂的明星发动机 EA888 而言，在维修便利性上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综合用车费用如下：假如你的学校和我的学校一样不征收停车费的话，那么 Model Y 的每月实际支出费用约为250元，其中包括了150元充电费用、50元不到的洗车费用和校外停车场的停车费用。这个开支对于家庭能给到 Model Y 的同学来说，应该不是一笔特别大的支出。家校行驶的长途费用取决于家和学校的距离。对于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江苏省之间的同学，结合我的实际经验来看，你每公里的高速费用大约在 0.65元，这已经包括了高速费的折算费用。在保证了市区低开支的情况下， Model Y 的高速行驶费用也没有比同级别汽油车高。最后说说我的使用体验吧。每个月250元的支出会给你带来什么呢？首先，它可以让你从宿舍到教学楼的路途更加舒适。相较于2轮电动车而言，它可以为你遮风挡雨，冬暖夏凉，夏天不出汗，冬天不冻手。其次，电车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成为你的私人空间。假如你是一个社恐的人，不想在私人宿舍中打电话视频，也不想在宿舍外的走廊吹冷风，那么电车此时可以成为一个私密隔音的空调房，冬暖夏凉，对于社恐人士非常友好。或者你是一个不适应群居生活的大学生，想要比拉上上铺床帘更好的私人空间，那么电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开车也可以拓宽生活的半径。假如你的学校一样和我在郊区，那么3公里之外的商场说走就走，5分钟的车程和去校内食堂相差无几，甚至选课也可以选其他校区才有的课程了。毕竟相较于地铁，来回可以省下40-50分钟。作为大学生的推荐用车，在养车成本上相较于同级别燃油车更符合大学生的生活费范围。在新能源车中，单车保有量大，在后期维护性上具有优势。本期视频更多是结合大学生的用车环境而制作的，对于 Model Y 车辆本身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之后会针对 Model Y 本身制作一期专门的测评。同时，如果大家对于二手经济型燃油车、校内用车比较感兴趣的话，我也会针对一些1万左右的二手燃油车制作一期视频。毕竟对于想开车但家里不买新车的同学而言，淘一辆1万左右的二手车可能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